啊，真香！哎呀，这个视频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是这样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蛋糕的视频嘛，就在视频的一个结尾，我公布了一个分量表，但是那个分量表我的那个低筋面粉打错了啊，那个克数打错了，本来的话是低筋面粉90克的，结果我打成了60克。虽然发表后我在那个评论区有说，但是有些同学的话可能就是没有看到我在评论区有这样说造成的话有一部分人的话就是蛋糕做不起来做不成功。首先真的很不好意思，很抱歉，对不起。为什么你做的蛋糕总是发不起来？就算是发起来后做出来了之后还是会塌陷呢？就像图片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子，更有甚者就是一个蛋饼。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在家里就能轻松做的一个蛋糕做法。跟着我视频的步骤，你就能做出一个细腻绵软、入口即化的蛋糕。首先介绍一下本期所用到的所有食材：鸡蛋6个，还有低筋面粉，一定要用低筋面粉啊。这里食用油，这里是纯牛奶，不要用酸奶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啊。这里是白砂糖，具体的比例我以文字的方式打在视频的结尾，大家注意截图收藏。首先第一步，把鸡蛋蛋白蛋黄分离，切记蛋白里面不能有一丝蛋黄。同样，装蛋白的碗是不能有水分，不然的话都是打发不起来的。下面我们取一个干净的盆子，这时候加入我们的牛奶、食用油，还有低筋面粉，然后我们用电动打蛋器中速打成没有颗粒的面糊，再加入6个鸡蛋黄，然后继续用电动打蛋器打成细腻柔顺的鸡蛋糊，放开备用。然后我们再取一个干净的盆子，这个盆是打发蛋白用的，千万要记得不要有油或者有水，不然的话蛋白是打不起来的，一定要记得啊。然后同样用电动打蛋器把蛋白打发，蛋白中可以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在酸性的作用下可以促进蛋白的打发。另外不要再问我用手动打蛋白能不能打起来，答案是不能的。蛋白打发到这种程度，然后分2到3次把这个白砂糖放进去啊。白砂糖放进去之后，继续用电动打蛋器高速把它打发，把最后的白砂糖给它加进来，继续用高速给它打发，把蛋白一直打发至非常细腻，而且有褶皱，提起来还有小弯钩的时候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效果是用手动的话是没办法打出来的。这时候我们取1/3的鸡蛋白加进鸡蛋糊里面，然后用上下翻拌的手法把它翻拌均匀，一定要翻拌到底，一定要切记用力搅拌，不然的话会造成消泡。最后把剩下的鸡蛋白全部都加进去，采用同样的手法上下翻拌均匀。教做菜我是认真的，这视频虽然有一点点长，但是都是非常实用又详细的干货，喜欢的可以双击收藏起来，不然下次就找不到了。等到两者充分的搅拌融合就可以了，看一下多么的顺滑。把它倒进扫过油的模具里面，然后我们用力震几下，震出大的气泡。接着烤箱预热150度，然后把它放进去。我们一定要选择有上下火的烤箱，用上下火150度烤50分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每个烤箱的脾气不同，根据实际的情况把握。就在我专心的做蛋糕的时候，偷吃小鱼干。你看，这人偷吃。还是这个小梨花比较乖啊，这是我前2天捡的一个猫咪，在小区楼下一直的跟着我回家了，自来熟，性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自来熟的。既然是自己来的，那就它叫做来福吧，这个名字还可以吧？你们看一下他们俩，现在处了2天之后都已经玩熟了，刚开始的时候还打架呢。还挺好看的耶。这2只猫都是我1前1后给剪的，现在看一下都还蛮好看的耶。这是小梨花刚来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不可以打架啊！蛋糕烤到中途的时候裂开了，这是由于烤箱的温度高了一点点，不过这是正常的哦，因为这个烤箱买回来后第1次烤蛋糕，下次的话适当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把蛋糕拿出来后，在桌子上震几下，然后再翻过来倒扣在烤架上晾凉，最后晾凉后给它脱模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松软，按下去立马回弹。就这样，我们的蛋糕就制作完成了。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只要你跟着我的视频一步一步的操作，保证你不会翻车。在这里总结几个要点：第一，打发蛋白的容器切忌有油或者有水，不然是很难打发的。第二，蛋白中掺有蛋黄的话，哪怕是一点点，同样是很难打发起来的。只要你记住视频中所讲解的要点，在家里你也能做出细腻绵软、入口即化的蛋糕。小朋友想吃的时候再也不用出去买了。今天我做的这个蛋糕的一个是8寸的哦，我用的是8寸大的，6个鸡蛋刚好8寸的哦。首先替大家尝试一下，看一下啊、多么蓬松，你看啊、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细腻，有看到吧？非常的香啊，就是跟外面蛋糕店做的一样的。看一下啊。弹性真的很好啊，立刻回弹了啊，然后再看一下，能看得到吧？非常的松软。其实今天是我生日。想吃蛋糕的赶紧做起来，收藏起来啊！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喜欢的可以双击评论转发，我们下期再见。